古装剧作为影视剧的一个重要类型，深受观众喜爱，让大家在追剧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古人的规矩和修养，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洗礼。本期王牌战队和王牌好友们，为了演好古装剧，将集体穿越回清朝，学习中华礼仪文化。今天呢，咱们宫里面呢要举办冬至消寒节，有请皇上、王爷和各位娘娘们。我是宫里最靓的仔四郎。那年杏花微雨，你说你是沙郡王，一开始便错了，我才是沙郡王。那年杏花微雨，不如杏化成雨。又见桃花红两度，嫣然含笑甚芙蓉。臣妾燕贵妃给各位小主请安了。花无百日红，臣妾关晓彤。也没有什么绕口令，打油诗就是。我是每年都在长高的三王爷，连打油诗都不如。他这个不是打油诗，他这是僵尸，没仨符都降不住你了。桃花潭水3000尺，奴才这就去传旨，在下大清高级秘书杨培盛。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冬日消寒节啊，所以呢，宫里其他几位娘娘也会一起来参与其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其他的各位娘娘们。4位娘娘往舞台中间请。只要本宫不死，尔等皆是妾。我是乌拉那拉氏雪雪。本宫就是最关心着宫中的枫叶够不够红的田贵妃。来人啊，赏这贱人1丈红！哇塞，谁？针对谁？我去弄。杨公公好来事儿，我自己。我就是这宫中深谙人心，穿衣只穿绿色，擅长移形换影，看谁都不惯的，哼，兰贵妃。我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梅贵妃。欢迎各位贵妃啊！今天各位都扮上了。我们今天啊是特意为了演好古装剧啊，模拟宫廷剧的方式，穿越回来清朝，然后借助演戏来学习古代礼仪。现场各位啊，很多都演过不少的古装剧，那我们今天就用熟悉的古装角色台词来比拼一下气场。看你们俩往这儿一站，就让我想到了《甄嬛传》哦。现场通过台词或者演绎的方式，我们感受感受，重回那部剧，好不好？行。梅姐姐安好，兰妹妹好。梅姐姐这身衣服看上去倒是粉嫩，看来还是不想让岁月流逝，人老珠黄啊。谁还没有年老色衰那一天呢？只是不知妹妹到了我这般年纪，还能不能有现下这般模样？姐姐可知？有一种花名叫夕颜，所谓夕颜，就是黄昏开放，凌晨便凋谢，纵使再美丽，也没有人欣赏啊。你有什么话直说便是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我就是看不惯有些人，比我早入宫几年就倚老卖老的样子。你说谁倚老卖老？你。动手了都。这个气场比拼，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有没有在电视机前看那个宫廷剧的感觉？接下来是田贵妃和佟贵妃。哎呦，这不是田？跟哪个
胡同出来的呀？这是。哎呦，让你演宫里的事儿，不是宫外的事儿。来就出宫了。我就想这样。哟哟。哎呦呦，这不是田贵妃吗？听闻你日日食用酸黄瓜，该不会是怀念昔日孕吐的感觉吧？妹妹可真是替姐姐捏一把汗呢。放肆！今年的枫叶好像不够红啊，那就赏你一丈红吧。就算用你的血给宫里的枫叶染点颜色了。什么？一丈红？你这妖妃心眼子也忒坏了！平日又爱搬弄口舌是非，定要拔下你的舌头！大胆！敢对本宫不敬的女人，都得死！抱歉，我的嗓子怎么讹人了？贱人就是矫情！来人，拖下去斩了！哇！让我多喝点热水吗？多喝热水。哎呀，小童，啥时候学会的碰瓷儿啊？自从上次金静姐来了之后，就没有好过了。接下来要台词比拼气场的是我们的这个皇后娘娘，还有我们的这个燕贵妃。本宫驾到，燕贵妃，还不快快行礼？嫔妾今日偶感风寒，还请娘娘多多见谅。我看在你眼里，是连本宫都容不下。哪儿敢呀！倒是要让娘娘容下嫔妾，得发老鼻子劲儿了。燕贵妃说的哪里话呀？本宫就这么没气度吗？娘娘的气度，大家可都是知道的，怎么会凭嫔妾的一句话就变了呢？好，哇，走了之后，皇后娘娘还在原地气了很久。吵架没吵过，哼得特有含金量。今天是冬至的交寒，刚好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其实各种礼节特别多嘛，所以我们就正好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呢，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马上要去到的就是寿康宫，这是太后的宫里啊，要给太后请安了。优萃有机奶粉，中国妈妈王牌之选。接下来是更好吸收的优萃有机奶粉王牌时刻。有请太后娘娘刘雪华老师以及礼官张小龙老师，欢迎二位。恭迎太后。一家人的偶像。大家好，我是刘雪华。各位万福金安，我是张小龙。欢迎小龙老师，还不给太后搬个凳子？好嘞。又干活了，这都是皇上干的活了，现在。哎呦，真是受不起啊！这是榜样的力量。作为儿子，对，不管多高的身份，都要孝敬母亲。对，为大家介绍一下，小龙老师呢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教授。哇哦，一直在深耕我们中国古代的礼仪啊，而且据说今天现场有不少小龙老师的学生。哦，真的？举手，谁是？您也是啊？年龄你就能看出来。沙老师，您别闹，沙老师别闹。你一说年龄，雪华老师也把手举起来。对，唐嫣、兰溪和莹莹是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哦，今天我们将会通过3轮啊，不断的学习，也不断的考验大家在中国古代的一些礼仪规范。同时，每一轮的获胜队呢，就可以获得太后赏赐的一件宝贝。哦，我们先来问问小龙老师啊，冬至的时候，一般宫里啊啥的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习俗和礼仪啊？皇上还要提前3天就要斋戒，不能荤的东西，准备去祭祀。皇上回来了之后啊，要给皇太后
请安，请安施大礼。然后后宫的这些皇帝的家人们也要来施大礼，然后再一家人才过节。哦，这样啊，刚才小龙老师说了，这得从请安开始。接下来王牌家族向太后请安，觐见太后。妈。什么呀？干娘，姑姑，干娘子去，你还干娘？干娘，我是谁啊？你是谁？这位也是我母亲吗？你要喊太奶奶，太奶奶。请安！大型认亲现场。我是你弟弟。你们是王爷，他们小宋三王爷。我跟腾哥沙哥一辈儿的。对，你们是一辈儿的。妈呀！乱套了，乱套了，这个。好像100%的错误。皇帝要给自己的母亲，包括下面更是3跪9叩首施大礼。哦，就是比如《甄嬛传》最开始我们有一个玉门听政，有个3跪9叩首的一个大的场面，男子双腿跪地，这是1跪3叩首，然后3跪9叩首，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在古代其实是不抖手绢的，轻轻的不抖。但是扶鬓啊，招财猫。接下来我们要考验考验大家啊！如果你们去演一部优秀的古装剧，能不能通过你们的记忆或者通过你们的知识储备，非常好的记录下来一些有内容的台词？这个环节获胜的队伍将会获得由波斯进贡而来太后赏赐的非常珍贵的骡子带，请看。哇，骡子蛋呢？骡子带。骡子带起源于隋朝，它的原料呢来自波斯国进贡的一种特殊的海螺，能够画出典雅的紫色，所以呢也是古代的限量色号。大家可以看一下。哦，限量，好想拥有啊！谢谢狒狒的介绍，就看骡子带花落谁家啦！来吧，马上进入下一环节，口口相传。口口相传第一轮，我们比拼的是大家台词的一个记忆和传递的能力。你们要通过自己的演技，把台词尽可能多的往后传递。哪队最后能够重复出来的多，就可以拿分。从王牌组开始，来。好久没玩了，我估计这词儿肯定不好记，要带演的啊。请戴上耳机，请狒狒拿上第一轮的台词，为沙哥播放一下原片。《芈月传》好像。恭迎新王上殿。恭迎新王上殿。你们背着我捣鬼，你们疯了啊！这不好演。你们拥戴这么一个皇口小儿，他非嫡非贤非长，为什么？魏后、武王后、魏夫人回宫。是。哇，这好绝！哦，这个不好记。一个人要分饰好多角色呢，沙哥。好期待，沙哥。来传递开始。第一个人物，恭迎新王上殿。恭迎新王上殿。这是一个人物。这个人是新王，这是星星还是新王？这一群人，恭迎新王上殿。他演了一堆。又一个人物，好，你们
你们背着我捣鬼，背着我捣鬼，你们疯了啊！你们背着我捣鬼，你们疯了啊！然后这。这个还要演？你们拥戴这么一个黄口小儿，这还是刚才那个人啊！懵了。他飞地飞仙飞长，为什么？啊，这是主要一个人啊。然后这个刚才这个啊，这个还小人。宋惠后、武王后、魏夫人回宫，这还有这。是，太难了，已经整迷糊了这个。哎，我演的都迷糊了，你快点吧。啊，嗓子都哑了。很长吗？我挺长。恭迎新王上殿，恭候亲王登基。新王大哥，新旧的新。新王啊，不能交流了啊！恭候新王登基。新王啊来了。骑着自行车来的，骑车来的，完了，一帮人，恭候新王登基，恭候新王登基。完了，你们背着我捣鬼，你们被什么迷住了双眼？大概啊，你们被什么迷住了双眼？怎么就迷住了双眼？他飞敌啊，飞敌飞贤飞长，飞敌飞长，为什么让他继承这个新王这王位了？那意思啊。完了，这帮小鬼儿在这块边。啊，完了，宋惠后、武王后、魏夫人回宫，恭候娘娘回宫。恭候娘娘回宫。大概把皇上放在第二棒，我看这天下呀。恭候娘娘回宫。5成总有。嘿，然后。恭祝新王登基！恭祝新王登基，然后新王骑个自行车啊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这是他害的，小脑萎缩了。然后你们被什么迷住了双眼？他飞敌飞长，恭祝娘娘登基，就登基了，全都登基了，都登基了，回北京可能是登基还是登记去？恭候娘娘公主请上车。恭祝王登基，皇帝登基，然后皇上骑个电瓶车。电瓶车。恭候娘娘，什么不知道了？这么半天，就这。然后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在干嘛呀？你在干嘛？没了。没了。甚至连演的东西都没有传过来。对，这是一个电瓶车的广告。电瓶车也植入咱们这个节目了，是吗？我们非常欢迎。快编吧，格格，快编吧。恭祝皇帝登基，谢皇上。赐你这些礼物，然后啥礼物？不会是电瓶车吧？娘娘，哎呀，贵妃臣妾，本宫，那个朕同意了。你这是什么皇宫词汇表吗？你这是。小童在猜撞了一个。哎，你我他都说了吗？你看他现在都行活了，小松，还问我你我他都说了吗？问我，嘱咐我你我他。这题你们传递对了5个字。还耶呢还。那个沈涛，你知道他
他错的最大的在哪儿吗？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皇帝的时候啊，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嬴政还没有登基的时候啊，他一直给错到了清朝，差了这2000年的时间呀，不止2000年，这电动车都有了。小龙，为了弥补我们的过错，我们不要了，1分都不要了。还是对了5个字了啊，对了5个字。这会儿叫那志气干啥呀？整5个字是5个字。来，2队换一换啊，使劲编啊！只要超过5个字，咱们就稳了。来，请狒狒拿上台词，看看是什么。来，播放片段。我没法赢你，是因为我没你狠，没你毒。妈呀！你的意思是你是天下间最可怜的人了，是不是？就算我再可怜，也不关你的事。你要赢的都已经赢了，你输了，那我又得到了什么？其实你除了相貌出众之外，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真不明白，为什么男人会喜欢你呢？哇哦，太难了。好歹人少，挺好。传递开始。好，2个角色，一个坐着，一个站着。Action。我没法赢你，是因为我没你狠，没你毒。变乌龟了，怎么？快点加速！你的意思是，你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了，是不是？就算我再可怜，也不关你的事。你要赢的已经赢了。你输了，那我又能得到什么？其实你除了样貌出众以外，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男人喜欢你啊！2个角色啊，我想想啊，第一个是坐着的，什么来着？第一句词儿，这是词儿吗？不是，我试试。我知道了，我赢不了你，是因为我没有你狠，没有你毒。这什么？就是后面人抓辫子，然后后面的人一把拉过来说，我没有狠，你没有你毒。你的意思是？你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了，是不是？你的意思是，你是这天底下最可怜的人，是不是？哇！就然后下面那个人说，就算我再可怜，也不关你的事。你要赢的已经赢了。然后上面的人就把前面的人往前一推，哇！他很厉害，他基本上他还原了。你是输了，可我又得到什么？在我看来，你不过是相貌出众罢了，没有什么特别。然后你拔了一根簪子，我真不明白男人到底喜欢你什么，在他脸上这样，他好厉害啊！那厉害，真的厉害。我这样回放，应该是有2个人，然后呢，一个是跪着，一个是抓他辫子，嗖一下这样抓他辫子。第一个人他说的是，你说我不如你吗？我不就是没有你狠，没有你毒吗？然后那个人唰一下就抓他辫子说，说啊，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因为男人们看中你的姿色吗？开始乱说，然后就是啊，飞了还是撕了还是？就是前面那个说那个不是你有点姿色吗？男人就是看你这姿色，然后拔了簪子划了他的脸。哦，他第一开始是那个什么？你以为第一个是抓他辫子，抓他辫子，传递了肢体，传递了拟声，就是没有转台词。你以为没有你毒，没有你狠。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哎呀！我一开有一个人就是跪着，是2个人啊，一个是跪在这里，然后呢后面有一个人抓着他的辫子，
他就说你以为我，你以为我，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只是呢，我没有你毒，没有你狠，没有你，然后嘛那个嚓又抓他一下，别管。后面那个还有呢，还要抓他的脸，我不过就是没有你的姿色，然后就没了。好，传递结束了啊！来，我们到前面来，跟我们重复一下你接收到的台词是什么？我觉得太后娘娘还是给了我很多信号的。2个人，一个人半跪在地上，另外一个人抓着她的头发说：“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以为你很了不起吗？半跪的这个人说：“说什么？”这不是很多信息，怎么一个都没了？他站起来了，他说：“我不过就是他挠他的脸，挠他的脸，我就是没有你狠，要不然我肯定弄死你，弄死你。”典型的穿着古代的衣服演着现代的剧，意思差不多吧？现在已经差很远了。本轮最后对的字儿是4个字儿，只对了我，没你狠。不会吧？天哪，我们还能输给5个字儿？真的太厉害了，我们险胜。来，我下一条，下一题是一个合作的双人。来，请看片段。紫薇，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你伸伸手，伸伸脚，看看有没有受伤。哎，不要伸了。这树枝承受不了我们2个人的重量。这样拖着的。你怎么样？为什么一直喘？你把我抱得太紧了，我说不出来话。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好不容易才把你抱在我的怀里，即使是这么危险的情况，我也舍不得放手。不要动，我们会摔死的。这样抱着你，就算是摔死，我小吵的，我也认了。他们信念感好强。演了，演了，我演5阿哥好，来。这不是5阿哥，那是尔康。5阿哥和紫薇抱一块乱了。是谁？我是谁？错了，我是谁了？一个紫薇，一个尔康。我扒着树枝啊，我下来点。咱俩看着啊。3、2、1，开始。来了。这啥呀？这是。紫薇，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你伸伸手，伸伸脚，看看有没有受伤。哎，不要伸了，不要伸了，这树枝承受不了我们2个人的重量。哎呦，你怎么样？你为什么一直在喘？你把我抱得太紧了，我说不出话来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你，好不容易才把你抱在我的怀里，即使是什么危险的情况，我也不舍得放手啊！你不要动，我们会摔死的。哎呦，就这样抱着你，就算摔死了，我也认了。还有后边，我们演不到后边了。紫薇，你有没有受伤啊？紫薇有啊，你别没到你词儿了。紫薇，你有没有受伤啊？你演沙哥，我演都有。你伸伸腿儿，伸伸脚。有。哦，你别伸脚了，这个树枝承受不了我们2个的重量。确实。然后你抱紧我啊！完，他突然间抱得特别紧。你哥，你一句词儿也记不住是吧？我没有词儿，你有词儿。你把我抱得太紧了，我说不出话来了。你不要动，我们会摔死的。哎，等会儿是你给我抱得太紧了，我喘不过气儿来。对，完了，我就这么一句词儿。对，一句词儿。然后我就使劲一抱他。
你别老叫我。不是，你说你咋这么喘的这么厉害？对对对，我说你怎么喘的这么厉害？你给我抱得太紧了，我有点勒得我喘不上气。我说。好不容易才把你抱在我的怀里，即使是什么危险的情况，我也不舍得放手啊！对，这个环境我期待太久了，我一直想抱你，没有机会，真的，说现在终于能抱到你了。这个，紫薇，你没有受伤吧？你伸脚，蹬腿。哎呀，这一个数值好像承受不了我们的两个重量。不是。紫薇不说话吗？他说哎呀，那我演这个。等一下，什么来着？哎呀！哎，紫薇，终于可以像这样抱抱你了。啥？是这样的。紫薇说啥了？你抱太紧了，我喘不过气了。紫薇就有一句词儿。你演紫薇还是啥？我都行，我也都行，你来吧。谁是紫薇？谁是紫薇啊？唐嫣姐说，一直说你选，然后最后还是抱住了我。来 ，action！ 紫薇，他们俩怎么成这样了？紫薇，怎么是这个造型啊？紫薇，那个你蹬脚，踹腿，这根树枝好像承受不了我们两个人的重量了。你的脚有没有受伤？这是紫薇的词啊。你记下你的词儿行吗？我没有词。哎呀，你有词。你咋没有词呢？你们别吵了，来。姐，你喘不过气，你快说。哎呀，可是我抱得好紧啊。喘不过气儿了，你说？哎呦，我喘不过气儿来了。对，这一根树枝承受不了我们的重量，你踹腿，蹬脚。紫薇，你还好吗？紫薇，你没事吧？哎呀！什么戏啊？我没看过这一段的《还珠格格》。抱得好紧，没了。那么大段的词儿全没了。来，演出来。你记住那个词吗？我大概记得住。他说了什么？紫薇，你动脚，踹腿。哎呀，不知道这个枝干承不承受住我们俩呀？哎呀，紫薇你有词儿啊？哎呀，不是你还有句词，你喘不过气。我抱你怎么能我喘不过气？我哪知道？我让你喘不过气了。喘不过气了，谁喘不过气？你一会儿商量。就这个词儿没了。最后对了10个字儿。哇，这么多！厉害！本轮获胜的嘉宾队。嘉宾队呢就获得了太后准备的骡子带。接下来我们继续冬至消寒会啊，因为其实，在古时候啊，从冬至开始呢，文人雅士都是逢9日就要一聚，然后坐在一起吟诗作对，还要抚琴啊等等啊，反正是一件特别风雅的事儿。那今天咱们就用现场的一些才艺展示啊，比如说歌舞啊等等，我们来应和一下古人的那个状态。好，恒哥今天扮演的角色是皇上哈。我这皇上今天我妈在，我发现我啥特权也没有。给你个特权，谁表演什么节目，你抽签来定。好，来，我们狒狒把这个抽的签给腾哥拿过来。来吧，皇上。哎呀，唐嫣抽中了燕贵妃啊！接下来就由燕贵妃为大家献歌一首《天若有情》。风扬起时只一虚名，谁执笔为你绘丹青？月下独饮泪湿青衣，流水不负一时深情。只身回望太匆匆，此生多少情与愁，只愿与你长相守。无边丝雨细如愁，朝来寒雨几
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你轮回的印记落在我眉宇，直到有一天不能呼吸。天若有情亦无情，万丈红尘我等你，用你的牵挂燃尽我白发，咫尺天涯你终未远离。好，谢谢叶贵妃。这样，冬至消寒会马上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了，我们要进行的是冬至家宴。其实趁这个节气呢，很多长辈还专门会给家中的这个孩子们准备一些温补的食材。你这可说对了，冬至是大自然阴阳更替的特殊日子，对孩子们来说至关重要，需要好的食物滋补，为日后成长做准备。有机食品就是优质的选择。看来二位对于有机食品帮助孩子健康成长都很有研究。那我今天呀，也趁着这个机会带来几款非常适合孩子食用的辅食，这些都是由我们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制作的鲜奶小方、鲜奶吐司和鲜奶棒，大家都可以来尝一尝。好啊，好啊。注意吃相啊！又想起来吃。味道如何，皇上？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吃出有机的感觉？好吃，有机有机。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是有机生牛乳一次成粉的，还获得了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我也给大家来冲配一杯优萃的有机奶粉。好嘞。因为韩雪呢是我们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的代言人啊，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含有有机活性蛋白 OPN 和6大的 HMOS， 专注宝宝自护力。而且啊，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呢自有牧场，全产业链有机可追溯，有机奶源干净安全，让小宝宝先吃上有机食品。是的，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致力于研发有机好奶粉，特别添加了小分子蛋白和18倍益生菌，搭配 OPO 和有机 GOS， 呵护宝宝娇嫩的肠胃，是更好吸收的有机奶粉。哎，更好吸收。张大人呀，比如说在宫里面怎么吃，它是不是都有一些礼数在里边？非常有礼数，比如说刚刚一哄而上，然后吃那个君乐宝，我说你们注意吃相，怎么可以这么拿就吃呢？哦，那怎么挡上吗？有身份的人，有教养的人，一定是要掩蔽的，笑都要挡一下。哦，你看，你没觉得这样的话就格外像一个古代人吗？来，我们所有女生笑一下，拿手帕挡一下。男的也是吗？啊，其实男的也不可以哈那样的，其实都会要掩蔽。比如说男人喝酒，掩一下尊，这丑是我们自古以来就有的。那像吃完了剔牙呢你。那比如说这种好的习惯到现在还有，我们剔牙的时候是不是要挡一下？对，你怎么剔？把牙拿下来剔，把牙拿下来剔，不用挡了。其实我们在拍《黄金甲》的时候，巩俐有大量的喝药、漱口、吐的那个镜头，这就是在仪态上能够更好的塑造一个古代人。每次他就就是一挡，听到声音，啊，这个感觉，哎，这就特别的古典，特别像一个古代人。所以真的到处都是知识哈。在吃这个冬至宴的时候啊，其实古人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活动项目。你比如说参与一些像投壶啊、吟诗作对啊等等的，也考验当时的一些反应力。你比如说行酒令，人家出来你接不上，那这不行。接下来现场的各位啊，考验的就是你们的这个及时反应能力了。下一环节叫做知书达理。本轮获胜的队伍又将拿到一件太后赏赐的宝物
名贵茶叶雪顶寒翠。来，狒狒为大家介绍一下。雪顶寒翠呢是高山雪水滋养而成的一种茶叶，十分的名贵，可以看一下。哇，哇，因为非常珍贵啊，不足以让每个人喝上一泡哈。谁赢，谁拿雪顶寒翠。来。好，为大家介绍一下，这轮其实就是一个宫廷版的萝卜蹲的玩法。每队会派出4个人，然后 A、B 交叉坐在后面的8张椅子上，剩下的人就站在后面的惩罚区了。游戏开始的时候呢，我会给出一个主题，然后你们每个人是想好对应这个主题的一个称谓。如果你被点到了没有站起来，或者你忘了别人叫什么名字，那你的队友就要接受惩罚。每年立冬宫里都玩这个吗？咱们皇上爱玩这个啊，咱们这个那我就明白了。没有后面那个吴总爱玩。来，两边先每边出4个先玩的，剩下的后面站着接受惩罚。第一轮的题目就是皇上今晚吃什么？吃什么？哎，1到7个字，每个人给自己想一道菜啊。花花是什么菜？枇杷膏炖枇杷汤。皇上那个支气管炎很严重哈。啊，莹莹，我是刘奶奶的牛奶。我是好烫好烫阳春面。姚老师，你是什么菜？豉油鸡蛋炒饭。啥？豉油鸡蛋炒饭。什么？这都没听见，不好念，别念了，不好念，不要记了。我不用记华姐的吧？不用记哦，你就记他们的。什么？什么蛋炒饭？雪花姐就怕你是点她是吧？是什么？西红柿蛋炒饭。豉油鸡蛋炒饭。豉油鸡蛋是什么鸡蛋？酱油鸡蛋。哦，酱油鸡蛋。哦，豉油鸡蛋。哎呀，那我最爱吃了，酱油鸡蛋。好，沙哥什么菜？我的是羊杂汤枸杞生姜。什么枸杞生姜什么？啊不说了。哎呀，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小龙到你了啊！再说一遍。到你了。啥呀，哥？什么枸杞？我玩一轮就知道了。啥呀？你再说一遍，我求你了。羊杂汤枸杞生姜。羊杂汤枸杞。这咋的？就背我这一个呀？羊杂好，小龙老师什么菜？雪衣豆沙炖生姜。什么豆沙？雪衣就像雪一样的衣服，不能再说了。这皇上晚上都吃些什么呀？我的天哪！皇上这个冬至肯定拉肚子。皇上什么菜？桔梗嘎牙子垮炖。什么玩意儿？什么呀？啥？什么玩意儿？桔梗嘎牙子垮炖。桔梗儿，然后呢？你们再重复一下，全记住我的了。那谁让你取这样的名字？你还记得你那 Naracure？ 那声规准。桔梗儿卡牙子，卡牙子，桔梗儿卡牙子，卡牙子，桔梗儿卡牙子，嘎牙。哎呀，你们行不行啊？你们？桔梗儿卡牙子垮炖，桔梗儿垮牙子。你这是先说你的吧，别记那个桔梗儿了。桔梗儿卡牙子。你啥菜？桔梗儿卡牙子。你啥菜？桔梗儿嘎牙子垮炖，桔梗儿垮牙子卡炖。今天你是什么菜？不是哥，你让我再记一遍，桔梗儿卡牙子嘎牙子，桔梗儿 G A。不是让不让我玩了你们？桔梗儿嘎牙子垮炖。行，这名给你了，我换一个。大家我来了。你什么菜？油泼表表面。啥？什么？油泼啥？他为什么能这么自信？景甜，你以为你那个很难记吗？你得意的。你那个最老好记了。油泼表表面。对，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特简单的。就点你。最好记就这个，油泼表表面。最好记了。定好了，来。来，节奏。皇上今晚吃什么？油泼表表面。
不吃油泼biang biang面，吃什么？阳春面。不吃好烫阳春面，吃什么？刘奶奶的牛奶。不吃刘奶奶的牛奶。吃什么？吃秸秆赶鸭子垮炖儿。哎呀，还真是。哎，对了，不吃秸秆嘎牙子垮炖。吃什么？不吃秸秆嘎牙子垮炖。吃什么？不吃秸秆嘎牙子垮炖。你这耳朵有问题啊！不吃牛奶嘎牙子垮炖。牛奶奶嘎牙子垮炖。我真服了，我真服了。不吃秸秆嘎牙子垮炖。吃什么？豉油雞蛋炒飯。唔知你講乜？唔知你講乜？知什麼？唔係豉油雞蛋炒飯。吃什麼？燙什麼面？好烫阳春面。都在講他那個好燙陽春面。不吃好燙阳春面。吃什么？牛杂汤，枸杞生姜。自己演我？哎，不吃牛杂汤，我羊杂汤。你不提，咱自己对也不至于被喷一次。沙哥，你自己对的，你干嘛纠正他？我多较真儿一人呢。来继续啊！不吃牛杂汤，不吃羊杂汤，枸杞生姜。吃什么？秸秆赶鸭子垮炖。秸秆赶鸭子垮炖不吃。你咒我干啥？怎么有祷告？不吃秸秆赶鸭子垮炖。吃什么？好烫阳春面。你看自己队伍里面的敌人的一个想不起来了。不吃好烫阳春面。吃什么？刘奶奶的牛奶。不吃刘奶奶的牛奶。吃什么？枇杷膏炖枇杷汤。不吃枇杷膏炖枇杷汤。吃什么？刘奶奶的牛奶。不吃刘奶奶的牛奶。吃什么？羊杂汤枸杞生姜。不吃羊杂汤枸杞生姜。吃什么？刘奶奶的牛奶。不吃刘奶奶的牛奶。吃什么？羊杂汤枸杞生姜。不吃羊杂汤枸杞生姜。吃什么？刘奶奶牛奶。不吃刘奶奶的牛奶。吃什么？羊杂汤。吃什么？不吃羊杂汤枸杞生姜。咸鱼豆芽炖生姜。不吃咸鱼豆芽炖生姜。吃什么？好烫阳春面。不吃好烫阳春面。吃什么？刘奶奶的牛奶。不吃刘奶奶的牛奶。吃什么？枇杷膏炖枇杷汤。不吃枇杷膏炖枇杷汤。吃什么？刘奶奶的牛奶。不吃刘奶奶的牛奶。吃什么？好烫阳春面。不吃好烫阳春面。吃什么？枇杷炖枇杷汤。不是枇杷膏炖什么肉品？感谢唐嫣姐每次都点自己人。哎呀妈呀，气儿都上不来了。哎呦我天，太逗了！好了，这题皇上晚上吃啥这个咱过了啊。皇上撑着了。不是，这鼓掌都累死人了。好，有要换人的吗？我喷一会儿去，我喷一会儿。换人。题面是：出宫游玩去哪里？出宫游玩去哪里？小童去哪儿玩？牛肉花果粥。啥？你这口齿不行吧？前门楼子快果粥。糖糖去哪儿？陆家嘴滨江大道。陆家嘴滨江大道。侬的上海话听得挺清楚哎。还得去哪儿玩？乌拉那拉的老家。乌拉那拉的老家。玫瑰飞去哪儿？考拉的老家澳大利亚。你这是真想去了，看来。这好像有点走心了。你这超过7个字了。考拉老家在澳洲。考拉老家在澳洲。好，我是奔波儿爸爸家。奔波儿爸爸家。景甜去哪儿？川丘战国城二门。二门。可以，二门。小宋去哪儿玩？水立方左边厕所。这怎么在那儿还有故事还咋的？左边确实是男厕所。去那玩的时候憋坏了哈，当时。我不说了，不提。好，腾哥。
第3个坑斜对面。请问一下，具体是哪个坑？第3个坑斜对面。这是你跟小宋俩人接头了呀？这是个谍战戏呀！找你们就好找了。等你俩一去，看那个给扒了。开始了，来，节奏。出宫游玩去哪儿玩？水立方左边厕所。不去水立方左边厕所。去哪儿玩？考拉老家在澳洲。不去考拉老家在澳洲。去哪儿玩？去前门楼子跨古轴。不去前门楼子跨古轴。去哪儿玩？奔波爸爸家。不去奔波爸爸家。去哪儿玩？水立方左边厕所。不去水立方左边厕所。去哪儿玩？乌拉那拉市。想 Q 大家一起玩，却名字还记不住。来继续啊！不去水立方左边厕所。去哪儿玩？乌拉那拉的老家。不去乌拉那拉的老家。去哪儿玩？水立方斜对面。水立方斜对面。3号坑斜对面。水立方斜对面。这都串一块了。一去水立方斜对面，可找不到3号坑。可能想去玲珑塔。水立方斜对面，现在这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词条。大家一定要忘记水立方斜对面这个词。水立方斜对，还是从海雪往下接。不去乌拉那拉的老家。去哪儿玩？水立方左边厕所。不去水立方左边厕所。去哪儿玩？春秋战国城2门。不去春秋战国城2门。去哪儿玩？陆家嘴滨江大道。不去陆家嘴滨江大道。去哪儿玩？春秋战国城2门。不去。去还是不去？不去春秋战国。去去不去？去不去？2门。去不去？去哪儿玩？去哪儿玩？前门楼子跨古轴。不去前门楼子跨古轴。去哪儿玩？奔波爸爸家。不去奔波爸爸家。去哪儿玩？3号坑左边门。我疯了！杨迪，按你这个描述，如果还有个右边门，3号坑是通的。其实3号坑左边门，也就是2号坑。他就在2门中间。他就是2号坑。完蛋了，我3号坑斜对面。从你接啊！不去奔波爸爸家。去哪儿玩？3号坑斜对面。3号坑不是不去3号坑斜对面。去哪儿玩？去奔波爸爸家。不去奔波爸爸家。去哪儿玩？水立方左边厕所。不去水立方左边厕所。去哪儿玩？奔波爸爸家。不去奔波爸爸家。去哪儿玩？陆家嘴滨江大道。不去陆家嘴滨江大道。去哪儿玩？水立方左边3号坑。水立方左边3号坑。水立方没这么宽。新的地点出来。感觉是考古去了，1号坑。哇，笑都缺氧了。哎呀呀，好了，这题过了啊，真的要缺氧了。有要换阵容的吗？我来。来玩。这样，最后一题，养殖宠物叫什么？有想好的吗？可以先说。我说啊。奔波爸来爸爸崩。奔波爸来爸爸崩儿。爸崩儿。还好你跟我是一组的，太不好记了。我也想好了。啊。biu 了爸爸啦。biu 了爸爸啦。那我也想好了。你也想好了，说。嘿儿吧。吧皮勒喽，俩皮勒喽，他就5个。怎么全是拟声词儿，没有一个认识的？我的天儿！你自己能叫明白不？吧皮勒喽，吧你全程坐着吧，没事了。这完全记不住。莹莹，眉毛毛蛋毛球，眉毛毛蛋毛球。果郡王的果子狸。果郡王的果子狸，这个好记。仙女贴大寿桃，大寿桃。仙女贴大寿桃。我是键盘 K 键左边2。K 你这真的有点像设密码，你这家伙还有数字，有文字的啊。这个真的是。我的宠物叫伊娃维娃伊维娃。
俄罗斯名字，伊娃维瓦，这都被我了，都被我。一瓦维瓦二维瓦。啊，一瓦维瓦二维瓦。一瓦维瓦二维瓦，好。我都忘了这出的是给宠物起名吗？好难啊！我觉得这局会变得非常困难，记一个就行了。来，养殖宠物叫什么？噼儿吧噼儿喽，不叫喷儿吧噼儿喽，叫什么？奔波吧来吧吧奔，奔波吧来吧吧奔。不叫奔波吧来吧吧奔，叫什么？biu 了 biu 了吧吧啦，不叫 biu 了 biu 了吧吧啦，叫什么？没毛毛的蛋的球。什么没毛毛的什么球？眉毛毛蛋毛球。眉毛毛蛋毛球啊！不叫 biu 了 biu 了吧吧啦，叫什么？眉毛蛋毛球。不叫眉毛蛋毛球，叫什么？叫 biu 了 biu 了吧吧啦。不叫 biu 了 biu 了吧吧啦，叫什么？仙女贴贴大寿桃。不叫仙女贴贴大寿桃，叫什么？一瓦维瓦二维瓦。不叫你瓦维瓦二维瓦，叫什么？奔波吧来吧吧奔。不叫奔波吧来吧吧奔，叫什么？K 盘左肩？K 盘左肩。叫什么？键盘左键。键盘 K 键左边2。少说自己都说不明白。好，来。不叫背波吧来吧吧奔，叫什么？键盘 K 键左边2。不叫键盘 K 键左边2。叫什么？陶郡王栗子梨。你说的谁呀？你说是吧？陶郡王谁啊？果郡王的果子狸。不叫键盘 K 键左边2。叫什么？果郡王的果子狸。不叫果郡王的果子狸。叫什么？一瓦维瓦二维瓦。不叫一瓦维瓦二维瓦。叫什么？奔奔吧来吧吧奔。不叫奔波吧来吧吧奔。叫什么？记一个就行了。叫什么？叫键盘 K 键左边2。不叫键盘左边 K 键2。不叫键盘左边 K 键2。错了。键盘 K 键左边2。好难啊！我不要那个2，不要那个2了，不要那个2了。键盘 K 键左边。来，再来一遍，直接错，好不好？不叫键盘 K 键左边，叫什么？叫什么？伊瓦达瓦的维瓦。行，把我的名念对。还 Q 自己队里的人。不叫键盘 K 键左边，叫什么？果郡王的果子狸。不叫果郡王的果子狸。叫什么？一瓦维瓦二维瓦。不叫一瓦维瓦二维瓦。叫什么？果郡王的果子狸。不叫果郡王的果子狸。叫什么？键盘 K 键左边。不叫键盘 K 键左边，叫什么？biu了 biu 了不 biu 了。不是这个。biu了爸爸啦。biu 了 biu 了不 biu 了，陕东话都出来了，不 biu 了不 biu 了。不 biu 了，接不兴。你这，哪怕你站起来有1次是对的也行啊。喷。给我们后面2个队友戴点防毒面具。你好好答题，你看给姐吃懵了都。都滋坑里去了。对不起。还得是你。喷表屁了喽，喷表屁了喽。不叫键盘 K 键左边，叫什么？眉毛蛋毛球。不叫眉毛蛋毛球，叫什么？叫 Q 吧屁了喽。不叫喷儿吧噼儿喽，叫什么？仙女贴贴大寿桃。不叫仙女贴贴大寿桃，叫什么？键盘 K 键左边。不叫键盘 K 键左边，叫什么？果郡王的果子狸。不叫果郡王的果子狸。叫什么？边儿啦巴巴啦。不叫边了巴巴啦。叫什么？果郡王的果子狸。不叫果郡王的果子狸。叫什么？键盘 K 键左边。不叫键盘 K 键左边，叫什么？果郡王的果子狸。不叫果郡王的果子狸。叫什么？键盘 K 键左边。不叫键盘 K 键左边，叫什么？果郡王的果子狸。不叫键盘 K 键左。
有点激动了，有点上头了，输在口条上了，提前把他名字说出来了，有点抢跑。本轮获胜的嘉宾队。嘉宾队呢就获得了太后准备的雪顶寒翠，恭喜恭喜恭喜！失败的队伍也不要气馁啊，指不定啊后面就有顾家准备的整家空间在等着我们，咱们可以养精蓄锐，争取下一关拿到更好的成绩嘛。皇上，您再抽个签，接下来看看谁来给大家表演，好不好？好，来，菲菲。皇上抽一个。关小童。接下来就让小童为大家带来一段惊鸿舞。谢谢童贵妃的精彩表演，很好看的一段舞蹈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萧寒会了，请我们的太后、皇上和各位娘娘们移步，我们去往下一个场景，出发喽！哇，景真不错。这景致，皇上您觉得棒不棒？谁家的棉裤漏了？雪花，这是漂亮的雪花呀，明明是棉花。皇上的棉袄漏了。一般在这种场景当中啊，都是男女主角邂逅的地方，哎，一见定情，就那一眼就定了终身了。今天呢，腾哥可以在这个雪景里面啊，考察一下各宫娘娘们的仪态。首先有请霸气外露、身份尊贵的皇后娘娘和田贵妃，有请。哇，下去！哇，这感觉来了！你看，哇，哎呦，两位演员非常知道走位，就是不进雪里。太后吉祥，皇上吉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婀娜灵动、摇曳生姿的兰贵妃和梅贵妃，欢迎来了。这雪也是懂事儿的。哦，皇上，好大一片雪花掉在了皇上的眼睛上。不用管，不用管，雕塑。哪两位娘娘来了？好大一片。
接下来有请温婉娴静的燕贵妃。哎呦，漂亮！皇上吉祥。变雪人了，皇上。皇上你怎么了，皇上？唐娘娘，你有什么可打伞的呢？该说不说，这把伞是想为你打的。还有一位那个佟贵妃哪儿去了？佟贵妃，等一下，我妹妹的牌面必须我来给。啊，你快去，你快去。哇！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怎么有人从后面盖得更严实了？我自己下来，皇上不劳烦您了。各位贵妃都亮相了啊，我们问问皇上，哪一位最让您惊艳呢？每一位娘娘的出场都令我非常难忘。问问张大人，是不是这个每一个角色的仪态仪表，其实对于塑造这个角色，在剧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其实我们不说话的时候看到的都是我们的形体、仪态仪表啊，但是问题是有的，比如说仪态都是很好的啊，如果再过了，就摇起来了，过了就感觉不够端庄了。如果没有一点儿的这个古代人的感觉，又像个现代人，所以就是说有个平衡。最大的问题是，您吉祥这种问候语是没有的，皇后啊或者这个贵妃啊都不可以说您吉祥啊，包括这个白手绢这种呢，特别的后边的戏曲化。所有的行走坐卧都非常有礼节、有要求。你比如说，我们清朝的时候，明清我们已经或者到唐宋以后，我们都已经有了坐具了，有椅子了。前期啊，在这个春秋战国到汉，这都席地而坐。这时候人那个坐姿是髻，坐在脚跟上，对，那个坐姿就这样的，对，这叫坐，是吧？但实际上你们觉得这是跪，但这才是跪。对，啊，这是坐，叫髻坐，这个只有这个坐姿才符合礼仪，因为那个时候里面的裤子是不收裆的，所以当你会坐的时候，父母就不教你这么做。除了这个坐姿，所有都不符合礼仪。这我突然想起我们在拍孔子的时候，周润发先生，他就是因为他演孔子，他一直这么坐着，然后他说：“哎呀，我的腿我这么做，我觉得5秒钟我都疼得不得了。”他说怎么办？问有没有办法？我说没有办法，只能生坐，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坐着。他就每天在，就是那个石头地啊、水泥地啊、各种地，他就这么做。然后导演就说：“发哥，你可以起来了，就不拍的时候你休息休息。”周润发说：“我必须把我的膝盖练成铁膝盖，才能够让我在所有的戏里面，我可以心无旁骛的去演。”我觉得从那儿也可以看到，我其实教学相长，我在教他们礼仪，同时我在学习他的。做一个演员的这个敬业精神，就做什么像什么，演什么像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做什么像什么，演什么像什么。雪华姐有一个称号叫“眼泪皇后”，太多经典作品当中，每一滴泪都带着剧情，带着内容。然后，其实我们也会去了解，观众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啊，在您的一些视频啊或者什么下面留言说，万一哭不出来怎么办？不过我发现有的时候也是会要看那个剧本本身能不能打动你，然后你跟对手之间的交流是不是真的感情。那就算这方面都没有达到你的预期的话呢，有的时候就是要借助一点其他的情绪，就心里面的 OS， 你不能说出来呀。自己去加一点，心里面去想象。我记得我有一场戏拍的也是哭，然后我那个弟弟死了，那个弟弟我根本在戏里面没见过，我就跟那个导演讲，我麻烦你帮我叙述一些小的时候的事情，
用别人的嘴巴把你的心声再讲出来的时候，你会特别感动。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帮忙的方法，尤其是有的时候导演跟你讲戏的时候，你就哭了。我就是那种特别害怕这个有经验的现场副导演说，比如说都安静啊，哎，那个是压力。你一哭啊，我就喊开始来，更300人盯着你，对，太紧张了那种。来现场那个300人啊，雪华姐，哎，眼泪皇后现场考验一下。我给您安排个情境，这样小童来给您搭个戏，您是那个太后，小童呢是一格格，他现在要远嫁和亲，就在出发之前，他过来给您敬最后一杯茶，然后我再给您提升点难度吧，您要在说到这一别，说不定就是一辈子了这句话的时候，哭出来。哎呦，这个不容易。我们给你们布置一下环境。老祖宗，今天我就要远嫁了，下次再见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为您敬茶了。起来。坐下。好孩子，这串珠子啊，是哀家的随身之物，翠玉保平安，珠子保团圆。可是我舍不得您。孩子，让老祖宗再好好看看你啊！这一下就长这么大了，太快了，太快了。这一别，说不定就是一辈子了。好感人啊，演太好了，真太好了。刚刚镜头有抓到，小姚老师就是说那一句的时候，一大颗眼泪，就那一句的时候，说不定就是一辈子。呀呀呀呀！太棒了！他一进来就把戏带进来了，他一来就已经含着泪，因为那个感觉其实一开始就会哭了，但是你一定要忍，要在他面前要装得很放松，很安慰他，因为他才去那个受苦的人，他要远嫁。就小童那张特别可爱的脸，然后哭着，你一想到他马上他要远嫁了，再也见不到他，我都哭了。我跟你讲，真的。他们俩刚刚演戏其实是收着劲儿的，并没有刻意要去释放，但恰恰这种就很高级。
谢谢。太好了，太好了。接下来轮到腾哥和沙哥了。哇塞！怎么哭呢？接下来2位情境是这样的，腾哥呢要不断的劝沙哥喝茶，但是这个茶呢是有毒的。腾哥的目的是为了毒哑沙哥，以免他继续搞笑，啊，在搞笑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情境是这样子的，2个坏公公的方式来演。难度好大。沙公公，皇上的最喜欢的茶，皇上喝过的茶根儿，这个我喜欢。沈公公，这恐怕是娘娘的茶根儿吧？没错。哎呀，我还是愿意喝娘娘的茶根儿。我就知道。您喝皇上的茶根儿吧。哎呦，谢谢您了。来，沙公公，走着。不对嘛，这颜色怎么有点区别呀？那我还是喝皇上的吧。好嘞。哎呦，皇上的茶根儿，这可是上等的茶叶呀。娘娘的也不差呀。哦，怎么样？怎么回事？沙公公，你说句话，沙公公。哎呦，我奏效了，沙公公。没事儿。我就没验。哎呦，沙公公哎，你怎么不验呢？因为呀，我是个坏公公。哎呦，可以，相当好，太难了，太带劲了，反应太棒了，笑抽了。接下来呢，我们让糖糖和杨迪啊来合作一番，你们共同演绎一个《锦绣未央》当中的一个精彩的片段啊。这个也有难度，因为杨迪演一个比较正的剧啊，他是会很容易受到干扰的，你就要排除这种干扰。好为难你呀！你们是一对恩爱多年的情侣，但是呢，杨迪就被皇上给抓走了。为了救杨迪，糖糖不得已委身于皇上。那这一晚，他来到狱中，和杨迪诀别。今天我是最后一次来见你，很快我就会成为皇后。不可以，我们的誓言，我们经历的这些日子，你完全都忘记了吗？你说过，我是你最爱的人。你说过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的，为什么你全部都忘记了？说过又怎样？你是阶下囚，皇上是天子。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糖糖，你在骗我是吗？你说过要来救我的，我骗过你又怎样？总之，我已经爱上他了。我现在怀疑是你把我困在这里的。自己松绑过来吧。
你正面看着糖糖的时候，觉得他有没有受到你的干扰？糖糖还是很努力在克制自己。我哪知道你打开之后你还要大喘气。腾哥，接下来韩雪跟你答了哈，而且我们规则发生一点小的变化啊。我们再来上个难度，韩雪的规则是这样：如果你演绎的过程当中 BGM 背景音乐发生变换，马上哭。哎呀，背景音乐一变就要哭。开始。皇上万福金安。天气凉了，臣妾特意为皇上炖了点汤品。母后刚才已经送了一碗了，怎么睡不着啊？还是自己这汤喝不了了？这是玩的哪一出啊？臣妾知道皇上还在生臣妾父亲的气，可是念在这么多年，家父对皇上忠心耿耿，皇上心里就没有半分惦念吗？今天皇上若是不喝，臣妾就不起。既然一片心意，那我就喝一口。不错，请起吧。谢皇上，皇上真是原谅家父了。怎么？皇上日夜批阅奏折，却就是在写贾玲这2字。哎呀，这么多年了，批复的奏折呀，都不知道有多少。可唯独给贾玲批复的时候啊，嘿，就写不好她那2个字。玲玲，皇上唤我做宁宁，看来不过是宁宁泪清。皇上能否告诉臣妾，那我究竟又算什么？其实啊，你平时啃鸡腿的时候啊，很像玲玲，这也算你的福气。这是换了吗？嘿，哇！谢皇上。哇塞！这究竟是臣妾的福还是孽呀？看来不是皇上错了，是臣妾错了。这几年的情爱与时光，终究是错付了。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皇上用完膳，臣妾就退下了。留下来吧。把这些都扔掉。哎呀，这个厉害！太牛了！太
太牛，太牛，太牛！音乐一变，眼泪就下来了。我鸡皮疙瘩全起来了。天哪，太好看了，太棒了！就皇上，我觉得你那个最后一句话也特别牛，留下来吧，也不知道是人留下来还是汤留下来，留下来吧。那句真特别感动，是吧？嗯，真的。这是你自己争取到的。谢皇上，真把自己当皇上。接下来那个啥，沙哥、莹莹也来试一下这个 BGM 转换落泪，好不好？情境是这样子的，莹莹你要阻止你的哥哥。哦。沙郡王是你的哥哥。沙郡王是我的哥哥。音乐一变，照样眼泪歘就得来。音乐一变，然后歘一下就流眼泪。歘一下就是开始。哥，你在干什么？今晚就是沈腾的死期，这个颠公，每一次都跟我争王牌第一丑的称号。哥，你一定要冷静啊！你以为你杀了沈腾，你就可以成为王牌第一丑了吗？还有杨迪呀！应该先杀杨迪呀。对呀，还有杨迪。对，所以哥，你想，你已经忍了这么长时间了，马上就要杀青了，你只要一杀了沈腾，那谁还能接得住你的梗啊？啊！可是，如果他不死，我一生都不会好过。变了。哥，哥救不了你了，音乐已经变了。哥，你叫沙郡王，在前世我还有一个男人叫果郡王，那个时候我也是这样跑到他的怀里的。哥，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什么，今天我就拿你的命求你，不能去啊！虽然你是我哥，但是你要知道，你确实长得不咋地。如果你杀了沈腾的话，那王牌第一丑男的位置你可是拿定了。我不想当王牌第一丑男的妹妹啊，哥。妹妹，哥不杀他了，他丑，任他丑，咱不跟他争了，不争了，妹妹，哥。这就变了嘛，就变了，就开始哭了，我的天哪！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呀！我的妈呀，还没进入呢，人这突然就变了，我被急哭了。而且莹莹自己的词儿也不是往正剧了走的，对吧？对他自己也给改了。全新的尝试，全新的尝试。接下来，蒋龙老师和兰溪其实在一个古装剧当中有过一段真 CP。其实是很多观众到现在还在讨论他们之间这个感情到一个什么程度的一段感情戏，意难平，对，非常意难平的一段。哎呀，那今天我们看看现场了。大人，你上前来。主子，我不敢。有何不敢？
10年前，御花园之约，我未曾前去。现下，你还在怪我是不是？主子，微臣不敢僭越呀。若说不敢僭越，为何在我得了失忆之后，对我多加照拂？为何在皇上处罚我时，又处处维护？是谁醉酒之后称我为知己？是谁将这玉壶交到我手上？如今却说不敢，又是何意？10多年我们都这样过来了，微臣真的不敢。10多年了，我快不行了。这么多年，我就想知道，你对我究竟有没有过一点点真心啊？有没有？那一夜的酒不足以让我动情，是吗？你放心，听到你这样说，我很高兴。这一世，我值了。小主，放心的走吧。眉庄和温太医的后续。哎呦，后续。哇！兰溪、小龙太棒了，太感动了，太感动了。就那音乐一响，哎呀妈呀！天哪！我们俩这个好演，因为我们俩都在戏里的那个感情都是铺垫，因为你们今天都不知道你们接的是什么。我们只是延续了一下大家的意难平，我们没有干扰对方，没有干扰对方。但是我真的是你们演的，我给我一点压力，但是演的时候就忘了。但我们还是那个音乐，就一下子就给带回去了。我觉得我现在一平了，虽然不是一个剧，也不在一个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但是我相信很多观众会跟我们一样，把它联系在一起，让自己的心里面对于那份美好的情感有了一丝释怀。刚刚的宫廷小剧场，我们也看到了各位精湛的演技啊，尤其是雪华老师的表演，入木3分，特别让人感动。是我看完都有点想我妈了。每次回去的时候，我妈总会做一桌子好吃的、香喷喷的东西给我吃，然后我就问我妈妈，我说这是什么做的？怎么这么香？然后我妈总是非常神秘，她说香你就多吃点。你妈做菜肯定用的是那个胡姬花古法小炸花生油，因为妈妈对菜肴的烹饪步骤是非常讲究的嘛，所以选油也肯定是极其细致的。只有胡姬花古法小炸花生油做出来的菜才会是色香味俱佳，一闻就喜欢，一尝就知道够香够味儿。哇，胡姬花古法小炸花生油这么香啊！啊，那我回头做饭的时候试一下。王牌整家，顾家一体化整家，轻松选好家。顾家家居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接下来就让雪华老师也挑一位您认为今天表现的最好的，送上我们的东阳光鲜虫草。我听从我自己心里面的意思啊，来莹莹。莹莹，谢谢谢谢，
这个东阳光鲜虫草每天吃几根呢？它可以补充我们的能量，让你们活力满满。它不仅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它这个口感呢也是非常的清爽、温和滋养，而且携带你看也非常的方便，小小一瓶。哇，刚好快到年底了，这么高品质又精致的礼盒，我以后送礼有着落了，好吃。东阳光鲜虫草呢，它采用 FD 宇航冻干锁鲜技术，保留了很多活性成分，根根鲜黄饱满，可以放心吃，非常安全啊。现在呢，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登录天猫搜索东阳光鲜虫草，就可以一键下单了。新的一年不仅要好好的工作，更要坚持滋养。那接下来有请三王爷小宋为我们带来一段歌舞《红颜》。千株秋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逍遥多危险，是船上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这一世英名我不要，只求换来红颜一笑。这一世如果还能轮回，我愿意来世做牛马，也要与你天涯相随。千株秋味，饮一杯为水。天有多长，地有多远？这一世英名我不要，只求换来红颜一笑。这一去如果还能轮回，我愿意来生做牛马，也要与你天涯相随。谢谢三王爷为我们带来一段歌舞《红颜》。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今天的第4轮考验了，名字叫做慧眼如炬，就考验你们的这个观察力了。然后获胜的一方呢，依然会获得太后提供的一份非常宝贵的礼物——苏绣团扇。哇！那请狒狒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苏绣团扇，好漂亮。在这个清代呢，也是确立了苏绣、湘绣、越绣和我们的蜀绣为我们的中国的4大名绣，而且呢，在这个清代的时候呢，苏绣也是它的全盛时期。现在呢，苏绣是我国的非遗技术，所以呢，十分的珍贵。好，谢谢狒狒，马上进入慧眼如炬。
这个慧眼如炬啊，我会给出一个题面，你们根据自己应对这个题面的表现打一个分，然后呢，对方队就开始来猜谁给自己打的分是最高的，可以通过问答呀等等这样的方式，最后他们如果判断对，那他们就拿分。嘉宾队先面对第一题啊，觉得自己的时尚品味有几分？题目。好，都打好了哈。这样，这道题的题面是给自己的这个时尚品味度来打分。你们每个人形容一下自己的那个时尚高光时刻。我真的去年有一次有个活动，我主持红毯，然后就穿了一套衣服。网上有一个那种评判各个艺人穿衣服那种时尚博主，当时就说我那套拿得出手。哇塞，我都没想到。我这个特别矛盾，我觉得又是高光，又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跟我想的不一样。就是今年往前，我在横店待了2年。你想我在那儿经历了冬天，还有夏天，就是曾经的视频都其实有记录。冬天是那种毛茸茸的睡衣，到了夏天呢，我就穿那个大衬衫，然后我又生活中我喜欢彩色东西，五颜六色。然后有粉丝什么，他们老给我留言，他们说你们能不能把甜甜那些丑衣服给烧了？就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一看他们那样评论，我就带点反叛心理，多买2件，一发不可收拾。买更多。就是我在横店那个房子里面，就2个架子，哇，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他们眼里不好看的，但我自己觉得我挺高光的。我各种马卡龙的颜色，红黄蓝绿紫不重样，我就特开心。那就是你的高光时刻，对不对？我觉得特高光，因为我觉得时尚，我要开心才是最好的。开心就是时尚哈。有一点我跟景甜很像，我喜欢亮色，尤其喜欢红配绿，非常喜欢。桃红配柳绿是我的最爱。这个时尚高光时刻主要取决于我个人对时尚的理解是什么，然后我来决定打的这个分数，对，就比较尊重自己的内心吧。会不会这样的就是给自己打的分会比较高？那当然了，有可能。我已经很明显了，多明显啊，还要猜吗？100分。马上本命年了，我打算穿红秋衣、红秋裤。好，韩雪分享一下你的时尚高光时刻。我觉得是看衣柜的时候吧。我有时候一看那以前的衣服，哇，真的红的、蓝的、绿的、黄的、紫的全有。你每次开衣柜看那些五颜六色的色儿，你就会觉得那个是青春的能量。不好猜。我时尚的高光时刻就是每次不管是出活动啊，还是有一些造型啊，或者怎么样，我都会稍微有一点自己的想法。我分好几个阶段，20岁的时候穿迷你裙啊，穿什么的，但是我颜色一直都没有变，黑白灰的色系一直没有太变。分析分析，判断判断吧。觉得是兰溪的举手。哎，没人投啊。2票。2票。哎呀，才2个吗？才2票。雪华姐的举手。1、2、3，票数目前最多的雪华姐。先看别人的，最后看你们俩的，因为主要票数集中在你们俩身上。杨迪，你把你的4分给我亮出来。就从杨迪开始。哪那么低？还是有自知之明的，6分足以，就是顺舒服就行。好，看看即将穿上一身红秋衣秋裤的景甜给自己打的是。我有地域性。7.6还是76？横店76，上海99。上海9.9。9.9。有个点儿啊，9.9。7.6跟9.9。哇，这也太谦虚了吧！到目前他们组亮分的2个人没有过10，没有过10的，没有过10的。韩雪给自己的时尚度打的分数是，我猜猜啊，什么东西 ？X 10吗？啊，是什么？10啊？未知数。未知数？你的时尚是个谜。X 不就是未知数吗？那它是最大嘞。你得具体给一个，不然没有办法判定答案了。你给 X 一个区间范围。那我肯定都80分以上。哇，大家都太谦虚了。66嘛。接下来兰溪和雪华姐，我们一起亮分，反正最终答案确定的是雪华姐啊。对没对？来，2位，3、2、1，请亮分。对没对？
完了！怎么样？哇，2个66。你就这样吧，这样满足他们一下。今天这都低调了，低调了。这轮王牌队没答对啊，但其实按照刚刚的答案，其实分最高的给自己打的是韩雪，因为他说我如果精致起来，我给自己打80以上。对，没答对。写一个 X， 最终落得80多分。怎么还能天降一个80多分呢？吓死我了！接下来是王牌队准备答题哈，问题想几岁退休？哎呀，这个可不可以？这个对。几岁退休？这就看有没有事业心了。是本行退休还是其他行当？就现在这个行业啊，现在从事的这个主行业，就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写下来就完事儿。算了，粉丝会骂没有事业心。你写完了？问完我就写完了。这么快？刚问我就写了。都写好了啊？你们有什么想问的？沈腾哥萌生过退休的念头吗？曾经。我不瞒你说，我前一阵儿还真跟别人说过这问题。哦。你退休你干啥去？当导演。也往幕后走了。我想开车，代驾是不是？我喜欢拉力赛，但我又不敢那么玩命开，技术也不到，但是我就很喜欢。那你玩玩就行了，那玩意儿成不了你职业呀！你这老胳膊老腿的，那肯定不是职业呀。所以不就退休了以后玩玩吗？反正是最近是念头冒出来过。哦，这是一个参考啊。问一下沙一哥，有想过转行吗？啊，曾经肯定有过。想干嘛呀？导演。对，想往幕后走走。沙哥，你转行了找我，我演你的戏。唐嫣姐，你有过想退休的念头吗？也想问一下。没有想过。哦，这高了这分儿，哇，那得干到90多岁。就是在有宝宝以后也没有这个念头吗？没有过，从来没有过。就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想过这事儿。对，说不定唐嫣姐也是一个 X。都得写具体分。不想再看见 X 了。也是一个 X。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任何一个生活中现在的兴趣爱好，有大于目前的本职工作的吗？旅游。算吗？工作，旅游的爱好大于工作的爱好。导游是吧？那我打游戏打到职业选手算吗？那肯定可以啊，可以。打成职业也累，而且现在年龄你都算大孩儿了。那肯定啊，他们这10几20岁，他们都要很小那种，要反应要快的。小童，你有没有那种想一直演戏、演很大年纪的那种角色的冲动？好像没有特别的有，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事业心是要有的，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要生活、要旅游、要去有时间去感受、去体验。还是想旅游，反正。下面要问一下小宋啊，小宋都还没有正式踏上社会，这个题适合他吗？啥时候想退休？他们公司听到能高兴吗？他现在脑子想的应该是我想先毕业。我觉得他们年轻，应该现在不会考虑。就咱俩之间商量一下，谁是退休数字最大的？我怎么觉得是唐嫣姐？啊？退休数字最大的就证明他可能想在这个行业里给观众啊或者歌迷啊奉献更多自己的作品吧。上升到这么高。上升到这么高，我都不好意思了。我都已经想重新写了。选小宋，我也觉得是小宋。小宋，我也觉得是小宋，因为他刚说了，他写完他公司会看的。他这要题写给公司看的哈，写的90岁，签一个终身合同100。觉得小宋想最晚退休的举手，1、2、3。觉得小童想最晚退休的举手。1票，雪华姐投了1票。他老想旅游。觉得花花想最晚退休的举手，1票2票啊，6票出完了。好，出完了。票数最多的是小宋哈，那就从这儿开始看过去好不好？因为小宋票最多嘛。腾哥想退休的年纪是？还几年？那明年咱俩还得录一期呀。好，沙哥几岁想退休？来，请展示。明年啊？没有，我45。你78嘛？2年以后吧。
咱们猜的好对呀，果然他们俩。你看，好，看看糖糖想几岁退休呢？没想过这个问题。又是一个 X， 又是个 X 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不算分儿，这就不能算，不算，不能算。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糖糖可能会干很久。对，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份热爱，我们可以看到糖糖在各类影视剧当中不断寻求角色的突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花花想几岁退休？花花的世界0。啥意思？咋解释？再活一世啊！我是按加号来算的，就加0，就是现在立刻马上退休。我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别说了，你的歌迷伤心死了。我的意思是说，我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选择离开，就是因为舍不得他们。我觉得我得要对我的歌迷要负责任。如果让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早就感受生活去了。对。哎呀，各有各的生活状态了哈。然后小童55，那是画了一个小男生。那个什么小人啊？这是杨迪哥，这是景甜姐。55行，小童6岁就出道了，6岁出道走，也干很多年了，老艺术家了，也演了50年，老戏骨。哎，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个时候我跟他一起拍戏，我演他的麻辣女教师。那会儿我14，因为横店有的时候。咱拍的时候冬天特别冷，的阴雨天，然后还下雪，然后那个阿姨就给他弄一个那个小太阳，还给他放了一个小课桌，不停的卷子，哇，英语卷子，然后写各种卷子 ，DNA 都动了，就只要一咔就去写卷子，只要一咔就去写卷子。就是那样看着小童这样长大，特别感慨。我觉得感慨是，其实以前是那种，就是说你在现场啊，可以那么去写卷子，去那么努力的学习，但现在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可能就事情太多了，可能半本书都看不进去。所以我觉得，就其实我也挺羡慕那个时候的我，那个专注度那么高。所以我就有时候希望自己也可以这样。所以你刚刚说你想环游世界，我都觉得你值得去旅游，因为你曾经那么辛苦，真的想出去玩。小童从6岁开始演戏到现在啊，可以说是作品不断。偶尔呢出去旅游放松一下，充电，也就会有更好的工作状态。来，小宋翻出来个80，退休，80。小宋几岁退休？80，多少？是麻烦了，60，那对，猜对了。啊，到60。我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太小了嘛。但是为什么会写60？因为跟公司的合同不是，因为国家法定年龄啊。就是写出的数字而言，最大的是小宋，猜对了。所以你们这题选对了。哇！好了，因为分数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任何逆转了，所以这一轮嘉宾队获胜。苏绣团扇就归嘉宾队所有了。好了，今天我们这个冬至消寒会哈，最后呢也是为了来年的春天寄予一个新的希望，所以我们要自己创作自己的99消寒图，然后你们可以写一个9画的字。从冬至开始，每天按照笔画顺序填充一笔，每过19就填充好一个字，直到写完9981天之后，也就意味着春回大地，万物生机盎然。这个99消寒图是在这个清宫里面每次冬至必须要玩的游戏。因为过了冬至就慢慢一步一步的就白天越来越长了嘛。也是一个对新年的一个期许。祝贺这2个字，它已经是9画了，已经写在上面了。写完了，那我们把那个自己写好的贴上来就好。哈。哎呀，也是。沙哥也是哈，也是哈。呢？这么巧。哎呀，花花。哎呀，那么多哈。笑口常开，天天开心。
好，王牌队的99消寒图就是给大家送快乐。没错。是的。再来看看嘉宾队啊，每个人来贴上来。春。马上就是春节了，祝大家龙年大吉！哎呀，祝愿我们在当下经历的每一个事情都可以顺顺利利，少一些波折。祝我们大家的人生先顺而后胜。美。哎呀，好。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新的一年里和和美美。玉，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里都是一个特别光辉、特别灿烂、特别明亮的好前景。我们这一期呢是宫的主题的，希望可以在冬至可以给大家带来顺春、贺盛美玉，哈哈哈哈哈哈！我写了一个玲儿，玲儿姐呢，希望她电影大卖，然后我们都很想她。借着这2幅99消寒图，也提前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今天还有一个微博挑战需要大家一起去完成，因为我们这个99消寒图啊是在节目当中给所有观众送出了祝福，在微博上我们要在节目播出以后录制古代版的吉祥话，把迎接2024年的新年祝福送到千家万户，送给每一位观众。今天呢，我们的清宫古装剧礼仪体验之旅到这里就完美的结束了。谢谢小龙老师带着我们一路感受，一路学习。我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学习，可以在每一部作品当中，向每一位观众传递更多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的礼仪之美。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下期再见啦！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海滩美食盛宴。往下跳舞，轻盈的脚步，闪闪惹人爱。本季呢，我们将联合微博独家发起“王牌对王牌家族好友料”活动，每期结合节目主题，开启话题征集、视频二创、游戏互动等多种玩法。完成任务可以解锁定制卡牌，还有机会被王牌家族翻牌哦。